是降头。你回去看看你太太的眼睛是否布满血丝，上眼白可有一条深黑色的直线，如果有，他一定是中了降头。假如你过去犯下的一个错误，如今却要你的妻儿用命来偿还，你会怎么做？先别急着回答，因为看完以后一定会吓得你两腿发软。这是邪典大师邱礼涛19年前的经典之作，他将南洋邪术的诡谲血腥演绎到了极致，这也是最后一部国产降头片。故事开始，男人名叫阿文，是一名重案组的警长。这天他正在审问线人肥华，想套出悍匪林超的下落，可他不知道一个针对他的巨大阴谋已经悄然拉开序幕。阿文工作繁忙，经常忽略家庭，妻子加币的夺命连环扣让他不胜其烦。他草草敷衍几句，让他自己看电视，锁好门窗，却没察觉到电话那头妻子语气中的恐惧和不安。原来今晚有个男人偷偷潜入他家，没有去偷金银首饰，而是偷偷地剪下了阿文儿子和加币的头发。挂断电话，阿文和同事们今晚准备下班后为明天退休的老伙计彪叔搞个践行宴。今晚是彪叔最后一班岗，只要安稳度过，就会享受退休生活。可他凭借从业40年的直觉，发现了一个可疑身影。他下意识喝令对方停下接受检查，可那个男人却像没听见一样，只顾闷头往前走。彪叔立刻追了上去，电话都没来得及挂，只留下一句急促的站住，紧接着就是几声刺耳的枪响，随后便是一片死寂。阿文和琛哥心里一沉，疯了一样驱车赶往现场，可还是晚了一步。当他们赶到时，眼前的一幕让见多了凶案现场的老警察都忍不住头皮发麻。彪叔的尸体被倒吊在树上，身上布满伤痕，配枪不翼而飞，而他的下巴被人残忍烧毁，面目全非。更诡异的是，法医初步检查后发现，彪叔身上的枪伤并非致命伤，真正的死因是失血过多。凶手显然是故意折磨他，让他在极致的痛苦中慢慢死去。这份恨意癫狂到令人发指。就在彪叔惨死的同一时间，阿文家中一场惨剧也正在发生。那个深夜潜入家中偷头发的男人，正躲在阴暗的出租屋里，对着一个稻草人念念有词。他将偷来的头发缠在稻草人身上，一边念着晦涩难懂的邪咒，一边狠狠将钢针扎进稻草人的胸口。几乎是同一瞬间，远在几公里外的加币突然抱着脑袋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那种剧痛就像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一下下扎穿他的头，疼得他蜷缩在地上无法动弹。还没等加币从剧痛中缓过神来，摇篮里的婴儿突然发出凄厉的哭声，哭声越来越弱，很快就没了动静。爱子心切的加币强撑着剧痛扑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魂飞魄散。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浑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洞，小小的身体早已冰冷，死状惨不忍睹。巨大的打击和极致的恐惧让加币眼前一黑，当场晕死过去。一夜之间同袍惨死，亲生儿子暴毙，2条人命毫无征兆的消失，而这仅仅是这场噩梦的开始。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结果一个比一个瘆人，容易引人不适，我们直接跳过。接连发生的离奇命案让整个警队陷入了恐慌。琛哥看着这一桩桩超出常理的怪事，一个毛骨悚然的词在他脑海中浮现：南洋降头。琛哥常年接触各类奇案，对这种神秘的邪术有所耳闻。他大胆猜测，彪叔的死、阿文儿子的惨死都不是普通的谋杀，而是被人下了降头。不管你信不信，我怀疑加币和你儿子都中了降头。可阿文根本不信。作为一名警察，他信奉科学，对降头、巫术这类封建迷信嗤之以鼻。他始终认为这一切都是林超的报复。13年前，正是阿文亲手开枪打中了林超的头部，虽然没能要了他的命，却摧毁了他的痛觉神经。一个不知道什么叫痛的怪物，如今出狱，显然是回来复仇了。就在两人各执一词，毫无头绪的时候，医院那边又传来了坏消息。加币自从儿子死后，就一直被浑身针扎一样的剧痛折磨，白天精神恍惚，晚上彻夜难眠。可医院从头到脚给他做了一遍检查，所有指标都显示正常，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医生找不到半点病因，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为产后精神失常，给他开了一些镇静类药物，却丝毫没有效果。加币的状态越来越差，整个人日渐消瘦，眼神涣散，脸上布满了血丝，仿佛被什么东西缠上了一样，痛苦不堪。与此同时，林超居然打来了挑衅电话，并且留下的一串数字。就在所有人都懵了的时候，琛哥瞬间反应了过来，前半段的数字正是惨死的彪叔的警号，而后半段的数字必然是下一个受害者的警号。警方立刻行动，疯了一样锁定了对应的警察，全员出动赶过去保护，可还是晚了一步。等他们赶到现场时，那名警察已经从高楼坠落。林超的挑衅一次比一次嚣张，同事的接连惨死让阿文彻底崩溃。他发誓一定要抓住林超为死去的同袍和儿子报仇，可唯一的线索肥华依旧不肯松口，而医院里的加币情况越来越糟，眼看就要撑不住了。看着走投无路的阿文，琛哥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阿文去找一个隐居的高人青海上师。
青海上师是全香港唯一敢碰降头邪术的人，在青海上师的指点下，阿文终于确定妻子真的中了降头，而下降头的人不是为财就是为情，阿文只不过是个普通警察，大概率是为情。高人的话像一块巨石，狠狠砸在阿文的心上。在阿文的苦苦哀求下，青海上师答应帮加碧解降。解降仪式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举行，上师用红布将加碧护住，口中念着晦涩的咒语，手中挥舞着法器，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息。可他们不知道解降的瞬间，下降头的人也会有所感应。就在上师成功解开加碧身上的真降时，上师手里的玻璃杯突然自爆，一股阴冷的风从窗户吹进来。上师脸色大变，低声对阿文说：“不好，他来了，是飞头降。飞头降是南洋降头术里最阴狠最厉害的一种降头。降头是通过符咒给自己下降，让自己的头颅可以脱离身体飞行，自如变成吸食人血的恶鬼。此时下降的功力会增加100倍，几乎无人能挡。”青海上师神色凝重地对阿乐说：“我帮你暂时压制住他，你赶紧带太太回去，用铜盆装一盆水摆在窗前，水里放一把铜剪刀，剪尖向外，这样可以暂时挡住他。我对付不了他，恐怕自身也难保。”阿文不敢耽搁，立刻带着加碧逃离了现场。果然他们刚走没多久，青海上师就惨遭毒手。而阿乐带着加碧回到家，按照上师的嘱咐做好一切，可加碧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多少。这天在琛哥的追问下，阿文终于坦白，3年前他在泰国办案时曾与一个叫林依丽的当地女孩有过一段露水情缘。临走时，阿文还答应他一定回泰国看他，可阿文回港后就换了号码与对方断了联系。阿文猜想自己妻儿出事，难道是林依丽因爱生恨来香港报复自己？可经过调查，这3年中都没有林依丽的入境记录。就在案件进入僵局时，琛哥一边追查林超的踪迹，一边调查降头师的线索。很快一个关键的信息浮出水面，当年林超在南洋的时候曾经跟着一位降头师学习过降头术，而他学习降头术的原因和一桩13年前的负伤命案有关。当年的死者也是浑身莫名出现血洞，最终惨死。而死者的家属说，死者是在南洋惹了桃花债，被人下了降头，而凶手便是林超。这跟阿文的经历完全吻合。阿文得知后彻底怒了，要上门找飞花出气，却在这里意外遇到了林超。林超啊！在阿文和琛哥的联手下，成功抓获了林超。在审问时，林超告诉阿文，只有自己能解飞头降，条件就是让阿文放自己走。为了救妻子，阿文只好妥协。与此同时，一个脖子上缠着绷带的神秘男人像鬼影一样出现在医院，他自称诺明，还对加碧说是她老公在外面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害死了一个叫阿丽的女孩，才招来这场横祸。加碧彻底崩溃了，她对阿文的信任瞬间瓦解。原来诺明是林依丽身边的舔狗，无论林依丽走到哪里，他都会默默地跟在后面，即使林依丽不喜欢他，跟阿文在一起，他也在一旁默默守护。直到一天，由于阿文的背信弃义导致林依丽自杀，诺明便学了降头术来香港报复阿文，所以阿文的儿子和妻子都是诺明害的。诺明走后，阿文赶到了医院，他带着妻子来到了林超练降头术的秘密仓库。林超开始指导阿文进行一个令人作呕的解降仪式，首先让阿文用罐子装上蜈蚣、毒蛇、蟾蜍、蜘蛛和蝎子5种毒物，然后把罐子埋到十字路口，让五毒互相厮杀，最后活下来的那一个将成为解降的材料。另一边，琛哥担心阿文会出事，就在他的车上安装了定位器，他一路跟踪到了仓库，发现了阿文。阿文刚拿着罐子回来，就遭到了袭击，被打晕。原来是林超利用降头术控制了加碧，危急时刻琛哥及时出现，眼疾手快的林超一把抓住加碧作为人质。放下枪！我叫你把枪放下！我叫你把枪放下！是不是要打死他？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琛哥投鼠忌器，只好放下武器，结果被林超一枪打中胸膛。被枪声惊醒的阿文扑向林超，林超还想控制加碧向阿文发起攻击，阿文捡起手枪直接打掉了林超施展降头术的手。阿文本想着给好兄弟报仇，可林超又说出了解降的方法，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完成解降仪式，让咒语反射到诺明自己身上。接下来林超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步骤，要把五毒和尸油混在一起炼成骨油。可这荒郊野岭哪来的尸油？林超指了指地上琛哥的尸体，让他割下肚腩肉用火煎油。为了救老婆，阿文彻底疯了，他哭着对兄弟的尸体说对不起，然后颤抖着举起了刀。这还没完，炼成骨油后还需要加入阿文的精血作为药引混入其中。在林超的指导下，阿文像个提线木偶，一步步完成了这亵渎人伦的恐怖仪式。就在关键时刻，诺明的飞头将居然来到了这里，他怒斥阿文这个渣男。林依丽一直在等他，直到郁郁而终。临死前，他嘴里念叨的依然是阿文的名字。诺明深爱着林依丽，他做这一切就是要让阿文尝遍他带给林依丽的痛苦。就在此时，林超挣脱束缚，想要逃走。诺明的飞头将下意识地对林超发起攻击，缠斗中他们意外打翻了刚刚炼制的降头油，两人遭到反噬，双双化作血水。咒语终于解开了，加碧恢复了正常。
可下一秒，阿文自己身上的降头却发作了。原来当年在泰国的时候，他已经中了灵一力的定时降，这也应了青海上师的话。如果真是降头的话，那多久才会发作？那就视乎降头师所念的咒语，有的立即发作，有的2、3年后才发作。看到这里，你还敢随便在外面干坏事吗？我是小 K，我们下期见。